好，这回的话讲一个纳税表单的提交啊，因为我收到一封邮件是重要须知，你的纳税表单即将失效啊，这个是美国纳税表单。那这个的话是针对 YouTube 创作者来说的啊，这边提交税务文件。那么上一次提交的话应该是在2020年啊，所以说4年了，2025年就要失效了。那么截止时间的话是年底啊，所以说呢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的话估计每个人都是噩梦吧啊，就是很多人不太会用啊。毕竟不太熟悉美国税务啊，所以说我今天演示一下啊，点提交啊，点提交的话，它这边会到一个页面是帮助页面啊，这帮助页面的话，其实这边有些东西不对的啊，那么你可以参考这东西啊。好，首先的话，我们要登录这个 AdSense 啊，AdSense 的话啊，因为我这边的话不仅仅是 YouTube 啊，还有这个网站收入啊，所以说跟大家有点不一样。那么反正大体都是一样的啊，点这个收款啊，收款这边支付信息。好，支付信息这边的话，你上面如果说有这个网站的 AdSense 的话，你这边选一下，选 YouTube 啊。好，选择 YouTube 之后呢，因为我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收款的话是用的美国账户收款的啊。选择下面啊，下面这个点设置，点管理设置。好，到达这个页面之后，你一直往下拉，往下拉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美国税务信息啊。因为我这边的话，刚刚我已经提交过一遍，在审核了啊。你点这个铅笔符号，好，铅笔符号点一下之后就管理税务信息啊，点进去。好，点进来之后呢，因为我这边的话刚刚还在审核中啊，我今天提交的。那如果说我这个表格如果在年底之前没有被批准的话，我可能会适用30%的税率啊，非常高啊，那比较麻烦啊。那这边的话怎么去弄呢？就是提交新的表单啊，点这里啊。好，它这边会弹出一个框框啊，因为刚才我填过了，我把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首先看这个截图啊，点进去之后呢，这边的话，这个本身我填过一回啊，所以说差不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说你这个账号是公司账号啊，那么点非个人，那我个人的话就个人啊，是否为美国公民或居民啊，这个看情况啊。如果说你实际居住在美国啊，其实呢没有获得绿卡，其实呢1年当中超过半年的话，那你肯定算是美国税务居民了。还有就是 W8 纳税表啊，这个2个啊，第二个的话是实体提交的，那第一个的话是个人提交啊，那么选第一个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是纳税身份啊，名字要写啊。如果说你公司的话呢，写公司的名字，公民身份所属国家地区，这个是必须要填的啊。我选择中国啊，然后纳税识别号啊，分2个啊。如果说你没有美国纳税号的话，那你就写这个外国纳税人识别号，什么号码呢？身份证号码就是啊。第二个的话是美国个人税号或个案号啊。那个人税号啊，有的 ITIN 的啊，就叫 ITIN 啊。那么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就填那个 I 啊。OK， 这个就是我填好后的样子啊。好，纳税身份这边已经填好了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这边打勾的话，这个的话不要打勾啊。如果说你这个永久居住地址是信箱地址或转交地址啊，才打勾。这个还可能要提交额外的文件啊，所以说呢，一般来说就不要打勾，默认也不打勾啊。所以说这边选择你的省市啊、自治区这个啊，前面的话都是中文的。好，上面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选择的，因为毕竟这种的话，这个就固定那么几个区嘛啊，固定的几个城市嘛。街道地址啊，这个就要填写了你的居住地址了啊，比如说什么区啊，什么街道啊，然后什么小区啊，然后再写一个门牌号啊，然后下面这个邮寄地址与永久居住地址相同啊，这个的话我打勾了。好 ，OK， 那么我这个地址已经完成了啊。那么税务协定啊，税务协定呢是这样子的，中国与美国呢是有税务条约的啊，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，所以说呢它是有税收优惠的啊。那么你这边是有这个否和是啊，那么你如果是中国的话，你就要选择是啊。如果说港澳台地区的，那你就选择否啊，因为港澳台是没有跟他们签订协议啊，这一点上的话，还是大陆还是有税收优惠啊。OK， 好，那到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选择中国，然后呢，这边的话有3个选项啊，版权版税、服务和商业啊，还有电影电视啊，其实不用管它，你这边本身填过一回啊。段落条款它都帮你列好了，非常方便啊，你就点这个啊。然后这边预扣税率的话，不要选30%啊，这是30%默认的啊。说白了，如果说你不填写这个表格，你就这默认税率啊，那还填它干嘛是吧？你肯定填了之后为了税收优惠嘛啊。那么我们选择10%啊，下面这个地方打勾啊，
好，那么同样的啊，就是这样操作。那么条款它这边都有啊，你就选择这个较低的税收条约税率就可以了。好，到这个部分啊，到这个部分的话是在美国进行的活动和服务啊，因为有些博主吧，可能是非美国纳税人的身份啊，比如说是旅游签证到美国，但是经常在美国拍这种视频啊，或者说 vlog 啊，可能那边还雇佣人啊，雇佣团队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，可能你要选择是啊，但是我选择否啊。那么这边有个符号啊，这个符号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说明呢？那么我这边选了个否啊，我确认啊，我没有在美国有什么设备啊，也没有雇佣人员啊。好，这个定义是这样子的啊，在美国经营活动和服务啊，是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啊，这可能是包括在美国雇佣员工或使用设备来提供服务啊。那么美国人在境内访问网站或观看视频，这个是被动的啊，这个不关系。你主动的去雇佣员工，或者说购买设备、场地啊，这个演播室在这个美国，那你就需要选择这个是。好，这个无纸化啊，我也推荐无纸化，他也推荐啊。那么我点这个接受。好，到达这一部分的话，你这边有个文件预览啊，那么我打勾啊，然后就点下一页。好，这边的话做个声明啊，声明的话无非就是说你不能做伪证啊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也没有人去做伪证啊。点打勾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我这个是纳税身份未变宣誓书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我曾经填过一个纳税表格了，我没有变化啊，只是年份变化啊。那么2020年到现在的话，我没有身份变化啊，我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。那么打勾。好，下面有个受益人啊，那这个如果说你个人的话，那么完全没问题啊，选择是就可以了，你是全部的受益人。好，到达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部分已经快完成了。但是呢，由于我的原因啊，因为我的账号呢，当初地址验证是用美国地址验证的啊，它所以说需要额外验证啊。那么提供的缔约国家地区与你的地址不符啊，所以说呢，当时也是没想到这一点啊，其实搞了很多麻烦啊。那还要可能要提交别的种资料啊。这边的话让我提交这个身份证明啊，比如说驾照、护照，那么最好的话还是提交护照就行了啊。我就上传了个护照，就等他审核啊。那么顺便提一点啊，后续他可能会发个表格给你，问你在美国最近3年内啊，你到美国居住过几天啊？那么最近3年内的话，我刚刚去过一次美国啊，停留时间不长，所以说我也不是美国税务居民。还有的话，这个他会问你，为什么你会有美国手机号码啊？为什么你会美国地址啊？为什么会有美国银行账号啊？那么你也要做出说明，这样的话啊，他才能审核通过啊。好，最后一步啊，因为我跟别人不太一样，说呢，他这个可能要审核，那么他会进行审核啊。那但是呢，提交次数是有限的啊，所以说还是比较麻烦。那我觉得吧，如果说你在国内做 YouTube 或者说哪里的话，还是用这个中国地址是比较方便的。第一个是有税收优惠啊，第二个的话也没有像我这样子要额外验证啊，还要提交个表格，还要打印这个 I94啊，可能真的是这样子。好。最后一个页面啊，到这个页面的话，就是等待审核了啊。目前来说的话，如果说我在年底还没有被批准的话，反复没有被审核完毕的话，那我可能是30%的税率啊，这是非常高了。